和你视频对话的可能不是本人，只是 AI 换脸。面对类似这种 AI 换脸的诈骗，应该怎么防范？有哪些诈骗的陷阱让你一不小心也成为缅北诈骗的帮凶？缅北用的都是3大运营商的信号，为啥不直接断网呢？有没有彻底解决缅北诈骗的方法呢？今天呢，我们再继续聊一聊缅北诈骗的新套路。在之前的视频有提到，随着科技的发展，诈骗分子也用上了高科技 AI 换脸诈骗。一周新闻也可以发现，今年就有人遇到 AI 换脸，10分钟被骗了430万。受害者接到朋友的微信视频电话，长相和声音都确认是好友本人，他一点都没有怀疑，直接把钱打了过去，结果被骗。再往前，其实在2021年就出现过 AI 换脸诈骗，同样也是发了一段4-5秒的视频电话，受害者看到是同学本人了，就直接转账了。北京反诈和武汉反诈也都警告过， AI 诈骗的成功率接近100%。这类骗局的核心就是用 AI 换脸和拟声技术。AI 换脸的技术其实目前已经很普及了，搜一下都可以看到一些 AI 换脸的教程，用一些简单的软件就可以操作。诈骗分子会利用 AI 在社交媒体上搜索，比如说他想诈骗你，他就会搜你和你好友的合照，好友发布过的视频、照片，然后再去设法盗走好友的微信，通过合成技术生成一张假脸，这张假脸还可以随时切换。至于拟声技术呢，就更简单了。前段时间微软出了一个新模型，号称只要3秒就可以复制任何人的声音。还有前一阵子大火的 AI 孙燕姿，就是用孙燕姿的声音唱其他歌手的歌，你一点进去，乍一听还真的以为是孙燕姿本人在翻唱周杰伦的歌，因为这歌的音色和唱歌的方式真是太像他了，连唱歌都能调教，更不用说简单的讲几句话了。骗子会给受害者打骚扰电话，提取对方的声音，对声音素材合成处理，然后用伪造的声音诈骗。换脸加上拟声就更容易骗到人，所以前面才说 AI 换脸诈骗的成功率接近100%。那说到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来了，这类 AI 换脸诈骗要怎么防范呢？主要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把视频挂掉，再打个电话过去，多渠道的验证是不是好友本人。第二个呢，就是在视频的过程中，可以问对方一些只有好友才知道的隐私的问题，比如你可以问他，前几天我们有一起去那个地方，你还记得吗？我们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呀？我那天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呀？越细节越好。那第三个呢，就是看对方的眼睛，眨眼是否自然。多数的假脸都是使用真眼的照片合成的，假脸很少甚至都不会眨眼，或者说眨眼很不自然。同时呢，也可以观察一下面部的表情、说话的声音，这些有没有同步等等。诈骗处处都是套路，处处都是陷阱。和你视频对话的可能不是本人，只是 AI 换脸。那本地的来电也可能不在本地，而是来自境外。不管是 AI 换脸诈骗还是杀猪盘诈骗跨境的电信诈骗都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最上游的就是这些数据商、号商、卡商。号商就是给诈骗集团提供大量的社交通讯账号，比如微信号QQ 号，这些账号呢就是用来和受害人联系用的。他们用一些软件可以绕开腾讯的限制，注册几百万个没有实名的微信账号。卡商就是为诈骗集团提供大量的银行卡、支付宝等账户主要是用来收款的。重点要说一下这个数据商，数据商就是通过平台内部的人员泄露或者是黑客盗取的方式，给诈骗集团提供各种网贷信用卡的个人隐私信息。就好比说你注册一个股票账户，那就有人打电话问你要不要配资或者说我们有老师推荐股票，要不要进群听课你买了一套房子，就有中介来问你这房子要不要出租或者出售相信大家在生活中都有遇到这种情况。那同时呢，这些数据商还会提供 GOIP 的网络电话技术服务，就是伪基站，让诈骗集团可以随时的伪装来电的归属地。你看到的来电显示是本地号码，但实际上都是境外打过来的，只需要2部手机加一根音频线就能搭建一台简单的 GOIP 的设备。首先呢，境外诈骗分子会到处发兼职广告，号称高薪又轻松的工作，1小时500块，只要2部手机就可以做。大学生或者是未成年人就很容易上当然后他们会通过纸飞机或者是蝙蝠和兼职联系。而在境内的这些兼职就会按照飞机上的诈骗分子的指示下载一个软件，通过这个软件2部手机和音频线连在一起就可以变成一个简单的 GOIP 的设备。一部手机加入诈骗分子组建的 QQ 群，另一部手机用自己的手机卡拨打 QQ 群中提供的电话号码，劫持们只要把自己的手机扩音就行了，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用干了。诈骗组织有专人来负责通话，装作什么快递公司的客服，用快递破损丢失需要进行理赔这种理由进行诈骗。受害人一看是本地号码，就容易放松警惕，就容易被骗。所以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不要贪图那些轻松又高薪的兼职，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否则就莫名其妙成了诈骗的帮凶了，害人害己。当然也有人知道这就是在做诈骗，但是为了钱他也愿意干。同时呢，对于本地的来电，大家也要多留个心眼不要以为只有00开头的才是境外的号码，现在都是境外号码披了一层境内的皮。诈骗的套路是一直在升级变换的，你一不留神可能就被骗了。
电信诈骗的方式多种多样，什么刷单返利、冒充电商物流客服、冒充各种政府机关。但是诈骗金额损失最多的是哪种？大家能猜得到吗？是杀猪盘。诈骗分子真的是很喜欢做杀猪盘毕竟钓到一条大鱼的话，甚至能年入100万。在上个视频中我有提到，美籍华人 Cindy 就被杀猪盘诈骗了250万美元，1700多万人民币但钱财毕竟是身外之物嘛，没了钱还可以再赚。最惨的还是那些被骗去缅甸的猪仔。骗人过去的方式也很多，打着公司团建出国考察的名义，或者说在一些拼车群、搭子群里面埋伏。这些我在上个视频都有详细的提到，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这里就不再展开了。被骗去缅甸的猪仔一般会被送到缅甸或是妙瓦底这2个地方。送去缅甸的一般是通过云南出去的，飞机加偷渡加陆运。首先给猪仔买免费的机票，从各地飞到宝山云端机场、德宏芒市、参元瓦商、澜沧景迈、西双版纳、嘎洒机场等云南的边陲机场后再联系蛇头组织偷渡。因为中缅的边界线很长，2185公里，其中云南段就长1997公里地势很复杂，根本就没办法实现全封闭的管理。偷越边境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走山路的，走下水道，挖边境线地洞，翻越河底铁丝网，乘船渡河，骑摩托车等等，绕过边防的检查站。到了缅甸再开面包车去缅北。而把猪仔送去妙瓦底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只是妙瓦底距离中缅边境线单向车程就超过600公里，中途还需要经过很多的缅甸政府的检查站，会增加一些风险和成本，所以送去妙瓦底一般是通过泰国的美索偷渡路径。泰国的美索和妙瓦底的 KK 园区其实就只隔着一条默爱河，河上有一座移动浮桥可以来回的运送人，这里就是来去自由，也没人管，根本也看不到什么人，可以随意的进出，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2国的边境。车到 KK 园区才会有人出来查看，这个小卡车里面藏几个人送过去还是很容易的。园区周围都是围墙，4-5米的围墙，上面有1米的铁丝网，隔几十米就有一个哨岗，里面自然就是诈骗集团的所在地了。猪仔送进去就很难再逃出来了，里面每天都有几万人在做各种电信诈骗和杀猪盘，加上缅北那边一共就10几万了，每天一上班就开始炸，炸不到完不成业绩猪仔就要倒霉，可能会被暴打一顿，也可能会被转卖到其他公司。说到这里可能就会有人疑问，缅北那边用的不是3大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网络信号吗？直接把他们的网断了不就行了？这个说法听着不错，但是治标不治本缅北那边用的是3大运营商的信号，但是妙瓦底这里主要用的是泰缅的网络信号。除了缅甸通讯公司以外还有挪威电信、卡塔尔电信、越南电信，这些公司都在为妙瓦底提供网络的通信服务。即使缅北那边的3大运营商断网，妙瓦底这里一点事也没有，缅北的电信诈骗也不会消失，只会转移。那有人可能会问，那断电行不行呢？毕竟缅北那边的电都是从云南送过去的，也不行。缅甸是一个很缺电的国家，全国只有 50% 的家庭有供电，旱季电力紧缺的问题则更明显了，经常没电，所以那些经营场所都会自备发电机。诈骗集团当然也不例外了，毕竟诈骗是他们的命根嘛，没电怎么活？他们会准备很多的发电机以备不时之需，所以断电的话不仅没办法把他们弄倒，反而会影响原本就缺电的缅甸老百姓。可能就有人问，那国家派兵直接去剿灭缅北诈骗集团行不行呢？也不行。虽然缅北那边有很多中国人在做诈骗，但是那毕竟不是中国的领土。缅甸虽然经常政变，但也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总不能随便派兵进入别国的领土吧？那难道就没有一个办法能彻底的解决这些诈骗极端？难道就一直由着他们做一些伤天害理、骗人钱财的坏事吗？电信诈骗其实最早是源于20世纪的90年代的台湾，2002年左右的就慢慢开始产业外移到了福建，特别是福建的安溪。接着呢，这些安溪籍的诈骗团伙又逃到了深圳，当时的深圳人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快的电信诈骗就扩散到了全国，福建、广西、广东、海南、湖南、湖北、河南这些地方都有。2009年国内就开始对这些电信诈骗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打击，其中也发生过几次比较大的案件比如有山东的徐玉被骗死案，北京的清华老师被骗千万案。随着打击的力度不断加强，这些电诈也慢慢向境外转移，到了泰国、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在中国政府与各国政府的联合打击之下呢，部分的诈骗集团瞄准了依旧是处于武装割据的缅北地区。2018年以后，缅北的电信诈骗集团呈爆发式的增长，才有了那个称号嘛，电信网络诈骗天堂。那为啥会成为诈骗天堂呢？主要是因为有合适它的土壤缅甸明面上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但境内却存在着大大小小数十支民族地方武装。这些大大小小的民族地方武装呢，有的呢是通过谈判和政府达成了停火协议，不打了；那有的是继续与政府军对抗，一直在打仗；
那有的是本来和政府对着干的，后面不想打了，就成为政府军监管下的地方民团，协助政府维持地方的治安。但这些民团手中依旧有武器、有军队，享有一定的特权，可以走私贩毒，连缅甸政府也没办法完全的控制他们。为了有源源不断的钱来买军火、买武器，部分民团就给电诈集团当保护伞，电诈赚到的钱他们也要分一部分的。甚至一些武装的头目本身就是诈骗园区的股东，都是利益的共同体。缅甸这个地方有政府军、反政府武装、地方民团等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的缠在一起，缅甸政府根本没办法像中国一样，可以集中精力去严厉打击这些电诈集团。说白了，你想要彻底解决电诈，就要先解决他们的保护伞，先解决国内乱的问题。而这个就只能靠缅甸政府去陆续的消除各种的地方武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才行。但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啊，这一天可能要等很久很久才会到来。